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Kevin， 欢迎来到火星主厨回归之旅。今天呢，我想要教大家来怎么样去磨单面刃的刀子。单面刃的刀子的话，通常是日式的刀子。如果你不熟悉如何磨单面刃的刀，建议大家先了解单面刃的刀型构造，请参考放在资讯栏内出刃庖丁的磨刀教学影片。然后大家比较常见的呢，就是生鱼片刀柳刃。那我们现在来教大家磨那个柳刃生鱼片刀的做法。那因为它稍微有一点点，就刀锋的地方稍微有点破损，所以说我用稍微比较粗一点的磨刀石来磨它。那一样，我们先磨第一段的地方。一样在磨刀尖的时候，我们要先把它稍微翘高，再磨，这样翘高来磨。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的刀子的状况。现在我们已经把这边都，你看这边就已经看得出来痕迹，跟这边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它这里是两段刃。所以说这边跟这边底下还是原来抛光的状态，这边已经被我用比较粗的磨刀石磨花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磨这个第二段比较尖的刃的地方。那一样是推，轻松放回，推，轻松拉回，用力推，轻松拉回来，推，轻松拉回来，推，轻松拉回来。那我现在看起来破损的地方是已经都被我磨掉了。那我现在换一颗比较系数低的，换成800的。现在这颗是800的。那一样，先磨这边，先磨把刃线磨好。那记得要控制好刀的角度。磨刀的时候，很多人会有个问题，就是他们很容易就是最下面尖的这一段没有磨到，他只磨到前面一点点，他没有磨到这边，只磨到这边，然后这边就会突出，到时候切的时候就会砧板跟它之间就会多出一个角度来，那就刀子会跟砧板不合，那就会切不断东西，所以记得这边一定要磨。然后稍微检查一下它到底有没有都磨平整了。那最好是用水稍微洗一下，可以看它反光的程度是不是一样，有没有磨得均匀。那像这边感觉就没有磨够，对，就是大家常会犯的错，所以就这边还要再磨一下。好，看起来都有磨好了。那接下来我再磨下面这一段，现在大家就可以看到说，下面这一段跟上面这一段是下面这一段比较粗糙的，这样看好。下面这一段是比较粗糙的，然后这边是相对的比较光滑的，可以看到它的磨痕是不太一样的。那我们现在来磨这边，然后稍微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磨好，就是我把之前上一把刀的磨痕给磨掉了，目前看起来是 OK 啦。那我们现在就下一个系数的磨刀石来磨它。我们就可以直接先磨刀这一面平的这一面了。在磨平的这一面时，要使用系数较高的磨刀石，建议为系数3000以上的底石。磨的时候，刀面必须完全贴平磨刀石。那我们来洗一下，然后可以看一下它的毛边是不是有磨好，还没有磨好，会再磨一下。那不锈钢的刀就是钢材比较好的就会很难磨，这就是它的坏处啦。如果它每天都要达到极致的力度的话，就花太多时间磨。所以很多人会用比较软的，就是碳钢来用，就是应该说厉害的师傅都会用碳钢来用，因为他们追求的力度是不太一样的。那这种不锈钢的，因为我就是很懒得保养啊，所以
这种不锈钢的，就是要磨比较久。接下来我们来磨刃面这一面，那一样先磨第一段刀刃。跟磨西式刀一样，要慢慢递减每一次磨的次数，让刀锋不要卷曲。可以将手指从刀面往刀刃的方向摸，来确认刀锋是否卷曲。那我们来确认一下刀子的情况。那现在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到说，这边跟这边都有磨到了，都有抛光到。那锋线在这边，夹钢的锋线可以看得很清楚。那这把刀它似乎也有在这个第二刃的地方有做一点凹陷进去的感觉，让菜比较不会粘，就让食物比较不会粘在上面，所以这边会有一些摸不太到的地方。那我们就把刀刃的地方，磨利就好了，磨亮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换下一块石头，因为这一个是柳刃，是我会比较拿来切比较细致的东西，比如说生鱼片啊这些的，质地比较软的东西，所以呢，我会需要让它被磨的系数再高一点点。那它用的磨刀石的系数，就让它更锋利，然后更抛光一点点。所以呢，我现在用比较高系数的磨刀石来磨它。那磨的顺序都是一样的啦，就是先磨刀身，先磨第一刃。然后我们再磨第二刃的地方。跟磨西式刀一样，要慢慢递减每一次磨的次数，让刀锋不要卷曲。可以将手指从刀面往刀刃的方向摸，来确认刀锋是否卷曲。那这样这把柳刃也磨好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的抛光的细致度已经跟刚刚完全不一样了。其实跟刚刚完全已经不一样了。其实磨刀就是说难不难，就是稍微有点技巧，然后稍微练习一下就 OK 了。那今天我们就教大家单刃内魔法就到这里了。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大家在底下的留言区留言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订阅、分享，然后按赞哦。然后记得帮我按下面的小铃铛，这样你才会收到我最新的讯息。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喜欢怎么样的影片哦。